你看不懂我的剑招。我为什么要看你的剑招呢？你我之间一战无可避免，知己知彼，不是胜算更高吗？胜负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我享受过程，不然我不会为了跟盐铁心一战而答应无仇为豪侠做事。对呀，还自掏腰包付了诸葛超明2万两呢。在你看来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打败天下最有名的捕快，先杀我爹封神豹，再败盐铁心，这样就可以证明你这天下第一杀手已打败了天下所有的捕快，官府与朝廷，谁都奈何不了你。封神豹是死在我的剑下，你找我复仇也非常合理。我只希望一切在公平的情况下进行。你当年暗算我爹，就绝不公平。是你亲眼看见的吗？我当年只有15岁，怎么会看见？是我娘告诉我的。是你娘亲眼看见的吗？是我爹的弟兄们告诉他的。那就不是亲眼所见。怎么断定是我暗算他呢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死在我的反手剑之下。反手剑，不错。所以真相如何，你也应该了解一些。我凭什么要相信你？你可以不相信，但我知道，你也很忌惮我这一招。你是我肚里的虫吗？那一天，我一个人在对付那几只蝙蝠，突然感觉身后有一股极强的杀气。后来，有人自后偷袭，我一剑杀了他。可那个人却没有杀气，所以我肯定是由你，或是由关玉楼发出的。为什么不是关大侠？关玉楼武功虽高，他心中却只有爱。他日行一善，就是为了让他师妹回心转意。他每天活在爱中，怎么会有杀气？所以那天我就知道，是你要杀我。可你看到我那一剑并没有行动，我就知道，你还没有想出破解的方法。哼，那又如何？看好了。剑法精要，全传授给我。这样一来，他的剑法在我面前已全无秘密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卑鄙小人的心中是另有奸计吗？还是为了别的什么？看清楚了吧？反正剑精髓我已经使给你看了，他日我俩交手就是一场公平的较量。我不会因此让，我不需要你让，杀得到我是你的本事。平常的剑技光明磊落，乃君子之剑。风一阵也是一个正直的少年，为什么2个好人，偏偏没有选择的，只能活一个？啊，今天的天气好像特别的好啊！希望诸葛超明早点把神火飞鸦的图案绘好，我们就可以拿回去交给几位元老，任务也就大功告成了。怎么了？我怕风一阵和平常之间的一战，还是无法避免。既然是无法避免了，不如我们还是享受这美好的一天吧。哎，这绝不是最美好的一天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明天才是最美好的一天。明天？为什么？芊芊姑娘有所不知啊，因为明天是很重要的一天。哦，是你生日吧？才不是呢，明天是静蓉师妹的生日。从我12岁开始，每一年我都要挖尽心思为她庆祝。哦，原来如此。
如此说来，当然是美好的一天了。可是今天我一觉醒来，觉得非常烦恼。为什么？今年机缘巧遇，静容师妹近在咫尺，可是我完全想不出来该怎么为她庆祝，送她一样什么礼物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就向我们两个请教，对不对啊？不错，你们是女子，女子比较了解女子的心事。这个嘛，本来帮帮你也没什么问题。可是朝廷不是恶兵啊！没问题，你们喜欢什么首饰，我马上去抢来给你。我们才不要贼赃呢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女孩子有时候啊，是需要多想一想，才能想得出来到底要什么嘛。这样吧，你答应我们俩一人一个条件，只要你保证不再干作奸犯科、伤天害理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帮你。至于你答应我们的事嘛，可以慢慢再研究，好不好？成，那你们快帮我想，明天要怎么做才能让静容师妹开心？这个嘛，好好想想啊。哎呀，快说呀！哎呀，世间有些男子啊，故作冷傲，实则呢不解温柔，这是最令女人伤心的了。我不是。当然关大侠你不是了，像你这种痴情的男子啊，世间少有。其实呢，世间的女子谁不想心上人费尽心思为博自己一笑呢？就算是不会耍花招的老实人，真情真意也绝对可以令女性的心融化的。最恼恨的就是那种想爱不敢爱的男子，才是最窝囊的。我这种人绝对敢爱敢恨，只要静容师妹肯嫁给我，天王老子也挡不住我娶她。所以啊，你才算是真男子嘛。芊芊姑娘，还是你比较了解我关玉楼。那好吧，待会儿我们带你去个地方，告诉你明天怎么令静容师傅心花怒放。那太好了。来，看这行，哎呦，再来一次。我的几个孙子还算是挺活泼的。哈哈，爹，我请来了几个教书的西宾，都是饱学之士。您的孙儿啊，才3、4岁，就都已经会咏诗作画。你给他们买玩具都是怎么买的呀？很公平啊，一人一件，让他们兄弟之间不要为了玩具而争吵。错了，爹，您的意思是？得让我的孙子知道，一切来之不易。他的爷爷能有今天，就是不断的抢，不断的夺，把前面的障碍一个一个的铲除掉，把反对我的人一个一个的消灭掉，才能有今日的权位。不是这样，他们一辈子都不会明白，只有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东西，才能变成自己的。可是我的干女儿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三娘知罪，三娘已经布下金光剑阵，以为可以十拿9稳。我实在没有想到神火飞鸦的威力如此之大，才让他们逃走了。可是我听说你多次下令对付那天下第一杀手平常，只要抓活的。你对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？绝对没有。干爹没有逼你，如果在7天之内还拿不到神火飞鸦，那你又怎么说呢？听由干爹处置。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如果再完不成任务，你的位置就由血蝙蝠顶替。三娘听命。
对，就是让他们这么强。本相的孙儿不会抢别人的东西，那还配姓秦吗？啊？带我到山上来干什么？难道这里藏着什么绝世奇珍呢？山上没有，山下才有啊。那我们老远跑上山来干什么？哎呀，可是要上来才能看得见呢。有什么东西是在山下而在山上才看得到的？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你看这一大片黄花田，不是挺美的吗？啊，美是美啊，不过不是太普通了一点吗？就是整片送给静蓉，也不会见到心花怒放。如果只是这样，怎么能显出你关大侠的心意？当然是要加点功夫上去了。好啊，实在是太妙了，这种主意我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来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马上去找花农去商量一下。好，马上去。行，那就成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看就这么说定了啊！好好啊，不要再争了啊，就这样了啊，没问题，就这样。啊，那就快去动工吧。好，明天4时一定要完成。好，喂，你爹的年纪多大了？没100也90了吧？我爹死了好多年了。没事了。哎，现在一切都安排好了，还不回去约你的静蓉师妹？我这就去，明天师妹一定会很开心。嘿。静蓉师妹，哎呦，大师兄，在看信，谁的信？是二师兄的。这个人会写字吗？我从没听说他念过书。哎呀，大师兄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这般小孩子脾气。二师兄来信是说，知道豪侠的人在我这里暂居，向我道谢，根本是一封礼貌上的书信，你犯不着生气啊。严铁心这个人，我就是不喜欢，从头上的头发到脚底的皮，我都不喜欢。哎呀，光阴匆匆，我带发修行也已10多年了，你还是为我和二师兄搞不和，真是我的罪过。阿弥陀佛。师妹，这全是严铁心那个混蛋的错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万般罪孽皆有缘起，我就是源头啊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啊！都是大师兄对不起你啊，让你这么不开心。只要你能跟二师兄前贤尽释，我就会很开心的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我想约你去登高。又不是重九，春寒料峭，登什么高啊？天清气朗，惠风和畅，不登高远眺，倒真是浪费了壮丽河山的景色。我这2天有点咳嗽，还是不宜出外，怕再受风寒。没事，我运功为你输真气，走上一个大周天就马上好了。不用输真气这么劳累，我去打个坐就可以了。那你答应了？答应什么？明天去登高啊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今天天气真好。我想起来，今天不是你生日吗？不错，3月初8是我的生辰。恭喜恭喜！那边可以看到山下的景色，非常优美，我们过去看看啊。来。你看，大师兄，静蓉是一个出家人，你又何须为我花这么多心思呢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要割成这4个大字，要用多少人力啊？伤了这么多花的生机，真是罪过。铁心致意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好，
原来大师兄已经跟二师兄和好如初，今天带我上山，就是要带我看二师兄安排的这幅花田。大师兄，你真是为人磊落、宽宏大量，我一直错怪你了。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。你高兴，就是我高兴。我心情很好，待会儿下山，由我下厨煮摘菜给你吃，好不好？也好，我有的吃，你这混蛋没得吃。来，大师兄，你多吃点，这是静蓉特意为你做的。那这个也很好吃的，那还有这个。平常大侠呢？哦，他怕狄三娘再来偷袭，正在诸葛夫妇工作的阁楼外面保护呢。那我令人多送一份摘菜上去吧。不用了，还是留给关大侠吃吧。他那么爱吃你煮的菜。我煮了甜汤，进去看一下火，很快出来。你们两个家伙，简直就是出卖我！你说什么啊？还装蒜！割花田花了我200两银子，可是割下来的花却在下脚堆成了铁心之意4个字，你们还不是跟我作对啊？我没干那种事啊！我不相信，你们俩都是他的人。我不是啊，我连盐铁心长了几个鼻孔我都不知道。我不管，总之你们两个是恩将仇报，把我的一番心血全送给盐铁心这个老小子，当现成便宜。大师兄，师妹，我原来你跟二师兄根本没和好。我怎么会跟他和好？这辈子都不可能。看来我是空欢喜一场。你走吧。哎，金荣师太，你们都可以留下，可是我不想再见大师兄了。你们连起手来对付我！哎，关大侠，不用说了，你们都不是好人，我走。哎，关大侠，由他去，我赶他走已经不下30次了，他最远不会离开这里50丈。我是怕他误会啊。真的不是你们干的？不是我们做的。那会是谁啊？进来。参见狄姑娘。那关玉楼已经离开静荣雅苑了吗？已经远去，我的手下见他固舟渡江而去。我一直担心的就是他跟平常双剑合璧，现在气走了这个人，我们就可以大举进攻了。狄姑娘神机妙算，人所难及啊！我们一直处在强势的一方，所以我们可以付得起忍耐的代价。他们知道我用毒强，却不知道我易容术更强。我一直藏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。这一招离间计真的很有效力。他花了200两，我们花了2000两，也还是很值的。狄姑娘英明。他们两个还挺恩爱的。容易满足，就容易快乐。可是，
我总觉得你不快乐。国家多难，奸臣当道，生灵涂炭，有什么能值得我快乐？可除了这些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，对信念的坚持，对承诺的坚守，这些都是挺美的呀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只在几个人身上见过。盐铁心是一个，他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。还有呢？你可以算半个。我算半个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你是一个守信重义、尊重感情的人，但是，我跟你接触的时间很短，我不敢断定。你和盐铁心接触的时间也不长啊。男人跟男人之间，有时候素未谋面也能肝胆相照，女人不一样。你好像很怕女人。世上有香香跟狄三娘这种女人，你觉得不可怕吗？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狄三娘和香香那样啊。我就遇到过一个。而且，你爱上了她。那是我的初恋。当时我只有17岁，她叫莲花，比我大2岁。我为了表示爱她，我平生第一次杀人，赚了5000两。1年之内，我杀了22个人，把赚到的15万两全交给了她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其中有5个是她的情夫。她在我面前纯洁的像白雪，实际上却是一个淫妇。我跟她一起已经2年了，可最多就是拥抱她一下，就连亲她一口，她的脸都会红到脖子。可是她跟酒馆里一半的汉子都睡过，我却还蒙在鼓里。在我心中，她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她是诚心要欺骗你吗？其实我后来知道了，直到她勾搭上了风声豹。风声豹，风一镇他爹。他为了取悦风声豹，把我出卖，偷了我的剑，约我去酒馆。当我到那儿的时候，已经有30个捕快在等着我。也就是在那一战，你杀了风声豹。那他呢？他说是风声豹逼迫他的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心突然死了。我不理他，走了。捕快为了交差，把他送到衙门，说是我的同党。听说他在牢里被人打断了2条腿，就没有消息了。真是不好意思，勾起了你的伤心事。其实我早就不讲这些了，只是今晚太寂寞。哎，这里有酒，不如我陪你喝一杯吧。可是酒永远治不了寂寞。有酒加上朋友就能治了，而且呀，非常灵验的。来，谢谢你，在我失明的时候，对我不离不弃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当时我的内伤还未痊愈，要不是你听声出招的话，我恐怕已经死在林子里了。那就干一杯吧，祝我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第2个可以信任的人，而不是半个。好，干杯。这个就是神火飞鸦的图样。如果你们那位东郭先生不是滥竽充数的话，看完了之后就可以很快的制造出来了。这个你放心，上次他造了8只飞鸦，也只用了半天的功夫。哦，太好了，我们可以拿回去复命了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答应要给我们易容的吗？2位放心吧，待一会儿吃完饭之后，我马上给2位易容。7天之后拆开纱布，保证你们的容貌跟以前完全不同。那你一定要把我们变得让别人认不出来。一定的。那别吃饭了，对呀，事不宜迟，尽量弄得好看一点啊。
既然两位如此心急，那好吧。一阵，我马上和严大哥联系，一联系上就劳烦你把图案送过去，行吗？好，没问题。那二位到后堂，现在就开始易容吧。哎呀，那个扁姑娘果然是神医妙手啊！她拿把刀子在我脸上晃啊晃啊，竟然一点都不疼。嘿，你疼吗？不疼。当然了，人家扁姑娘是神医扁鹊的后人，她动刀之前不是给我们喝了一碗药吗？那个药啊，我看就是当年华佗为关云长刮骨疗伤所用的那个麻沸汤。哎呀，娘子啊，你不读《三国志》，不知道当年关云长刮骨疗伤，并没有喝麻沸散呐，而是咬紧牙关。嘿嘿，这个不重要啊。现在我们的容貌已经完全的改变了，秦桧的人啊，就是站在我们的面前，他也认不出来。相公，我有点内疚。内疚？内疚什么呀？我们在画图之时，故意把最重要的调配火药一章没把分量写下去。如果他们调配火药的分量不对，威力就会大大的减弱。我觉得有欺骗人家的感觉。哎呀，这叫留一手啊！如果把所有的东西都告诉了他们肯定就会杀人灭口，你我的性命就难保了。啊，相公，你真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？哎呀，所以说你们是妇人之仁呐。我们的性命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杀了我们，秦桧的人也难以窥得神火飞鸦的秘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不就稳操胜券了吗？不过相公，我觉得扁姑娘和凤姑娘她们不像这样的人。哎呀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反正我们现在的容貌已经改变了，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辞而别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呢，再故意把我们缺了的那一段给他寄回来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对，就这么做。相公，我们现在就走吧。嘘，要等到月黑风高之时啊。去！神经病！好了，我们赶了5天5夜的路，也应该脱离虎口了。那可以歇一会儿啦。哎呀，应该睡一觉啊。哎呀，先别睡，我们把纱布拆开，看一看我们的新面孔，怎么样啊，相公？对，快点头店找个房间，2面镜子，看看我们的庐山真面目啊！好啊，走。你准备好了吗？那开始吧。1、2，等，怎么了？万一拆开纱布以后，我变得很难看，你变得很漂亮，你还会像往常一样爱我吗？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像以前一样爱你。但是如果拆开纱布以后，你变得很英俊，而我变得很丑，你会不会移情别恋呢？哎呀，那当然了，人之常情嘛。你说什么呢？不，哎呀，你也知道你相公是非常之人呐，你怎么可以用常人之情来度我呢？我不会的。真的吗？好棒啊！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1、2、3。
不对，所以把我们的脸给兑换了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回去呀，求他们换回去，不然这样出去，走到哪儿都会被人家抓住啊！哎，那快回去吧。哎，别急，睡一晚，明天再走吧。哎呀！你真的把他们夫妻的容貌对调了？是啊，我只答应把他们的容貌改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可是没说该怎么改啊。我一直以为素问的为人非常的善良，还担心他和江湖中人交手会很吃亏，原来也是头小狐狸呀。其实我的性格很像我爹，小时候我见到一只鸟腿断了，就尽力把它治好，如果治不好会哭个没完没了。还好我妈教我，在治好别人的基础上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在不害别人的原则下，自己什么都要留一手。还好东国人的信一早提醒了我们，图样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火药的分量，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拿到图样就仔细分析。要是让他们易容走掉了，以后就很难追回了。我想他们现在正在往回赶呢。外面出现了大批人马，东南西北四方都给堵住了，来人都是弓箭手，而且每个人手上都有黑布包裹的盾牌。我一声令下，万箭齐发。进来了，快趴下！好厉害的剑阵！这本是岳家军的剑阵，没想到被秦会长老贼收为己用。糟了，静荣师傅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他现在在阁楼上，快上去接应他。等会儿，你也来？我们不是一起喝酒、一起杀敌的好朋友吗？算你是哥们。静荣师太，不要过来！他们的箭已经全上了弦，不杀我就是多引几个人过来才放箭。放心，我们会救你的。你们过来，只会多牺牲一条人命，何苦呢？我是出家人，把生死看得很淡。放箭！师妹不用怕，我来了。关大侠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就是生气，师妹有难，我一定会回来保护她。只要我有一口气，绝不能让任何人伤害她。师兄，你不用扶我，你受伤了，放心，我带你出去。出去我们挡得住那么厉害的箭吗？不行的，他们有金光盾阵。在如此强光之下，我们是看不到箭从什么方向过来的。师妹，师傅的那一对锋利无比的宝剑还在吗？在，这一对鸾凤和鸣剑我一直珍藏着。我们就用这一对宝剑施展师傅装炮围困的比翼双飞剑法，应该可破剑阵。可是我受了伤，怕使不动。也对啊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桌面挡得了一阵，挡不了一天呢。而且苏文和封印阵他们还在下面，一定要杀出去。比翼双飞剑法虽然易学易用，但是一定要两个有默契的人同时才有威力。凤姑娘跟我又没有默契，平常你有信心吗？你们两个
你教我一个，跟教两个没有什么区别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有的默契？我之前双目失明，平常伤愈未好，在林子里遇到了木护法，平常授我口诀，我听声出招，居然打败了木护法。平常，你用我授的剑法，不觉得辱没了你吗？大丈夫不拘小节。好，冲你这句话，我关一楼教你这个朋友。哼，那就快授我们口诀吧。第一招，男左女右，男上时雪花盖顶，女下时老树盘根。放箭。神剑法如此厉害，金光遁阵。是。你们两个果然有默契。是关大侠教得好。什么时候喝你们俩的喜酒啊？关大侠，我想你是误会了吧？哎，这种事情是骗不了我的。虽然我关玉楼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，可这些是逃不过我的眼睛的，我一眼就看得出来。怪不得你看出静蓉比较喜欢盐铁心。你这个混账东西，故意戳我伤疤！我跟你决斗，你站住！哎呦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没多远了，马上就要到静蓉雅苑了，我一大泡尿都没地方撒呢。讨厌，那你去尿啊。那我去尿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也去。该死的平常，刚才跟凤来仪这么情投意合，为什么不是我？为什么不是我？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哎，相公，相公！我知道你老婆才是发明神火飞鸦的人，谢谢了。水护法呢？他不会迟到啊。狄三娘，水护法被宰相差遣做别的任务，令小的来接你。我爹从不调用我的人手，他身边除了你之外还有3大高手，要水护法何用？恕在下地位低微，不知道了。知道自己地位低微，就别妄想可以取代我的位置。恭喜狄姑娘，已抓到了诸葛超明。本座向来出手都是10拿9稳，不像你花那么多时间还抓不到人。属下知罪，属下愿带狄姑娘把此人送回相府。知罪就滚开，给我匹马就行了，我亲自押他回去。属下本来就无罪，刚才之所以请罪，就是因为这一掌。你好大的胆子！
你不怕杀头吗？你死了，我用化骨粉化了你，谁知道是我杀了你？你好卑鄙！不卑鄙就不会投靠秦桧老贼。你这黄毛丫头何能一直骑在我的头上？你知道吗？我等今天已经等了很久了，就是等今天这个机会。狄三娘，你死定了！蝙蝠大哥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你不好，都是我不好，只求你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你别跟我来这套！你这毒女全身上下都是毒，想引我过去让你下毒，你这种手段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你当日替我加强血蝙蝠毒长的剧毒，才能伤得了盐铁心，这我可没忘记。我干爹最疼的是我，如果我失踪了，你一样是死罪。你骗小孩可以，那混蛋最疼的是自己。儿子孙子在他眼中都是工具，他随时可以牺牲。你的干哥哥秦喜根本就不是他亲生，他本姓王，是你干妈秦王氏的侄儿。你好大的胆子，血蝙蝠！你看看老夫是谁？宰相，老夫早知你有反意，今日你果然露出了真面目。鹰王，替我把这反贼拿下！原来你这贱人在搞鬼！狄三娘，虽然你逃得了性命，却逃不了任务失败的罪名。诸葛超明在我手中，功劳就是我的。以后在宰相面前，没你什么好处。用了这金疮药，大师的剑伤10日便能好了。谢谢扁姑娘，不客气。看什么呀？羡慕你们呢，羡慕你们竟然把我家师的比翼双飞剑法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你们知道吗？当日我跟我师妹用这剑法联手抗敌，威力也远不如你们今天发挥的大。平常，以前我可能并不是很看得起你，可是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对你另眼相看。您说出这种话，这已经是很大的夸奖了。我可没夸你啊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怎么就你一个人？赖三儿呢？他被狄三娘抓走了。岂有此理！又是狄三娘干的好事。表嫂，我们去追。追不到了，我看他正被带往去临安的路上。叩见宰相。人带到了吗？带来了，就在箱子里。打开。见了宰相还不下跪？啊！哼！想不到如此厉害的神火飞鸦，居然是个村姑模样的人发明的。哎，松绑松绑！秦！啊！老夫就是秦桧。哦，吃火锅吗？知道这风波亭吗？想不到如此厉害的神火飞鸦，居然是个村姑模样的人发明的。哎，松绑松绑！老夫就是秦桧。吃火锅吗？知道这风波亭吗？跟我作对的人，不管他是文韬武略，或许还是有惊天伟地之才、诸葛张良之志，一律都在这里窝窝囊囊的死去。在死去之前，一个个受尽了折磨。
啊，你是顺从老夫，还是要与老夫为敌呀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雪蝙蝠，你说三娘大败在豪侠那伙人手中，坠河生死未卜，是真是假？雪蝙蝠不敢对宰相有半点虚言。老夫也是赏罚分明之人。三娘虽是老夫的干女儿，但是她没有完成任务，而你则带来了老夫的目标回来。就是三娘不死，老夫也会把歼灭豪侠这帮人的责任交给你的。谢宰相。诸葛超明，你有这样的才能，如能献出神火飞鸦，再留在老夫麾下设计各种武器，老夫是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。是。宰相，她有个丈夫。最初，狄姑娘以为她丈夫才是诸葛超明。哎呀，那快把她的丈夫也找来呀！哎呀，年轻的夫妇分隔两地，这样对感情不好。只有家庭幸福，才能更好地为老夫效力嘛。是。徐宰相，这2个就是前天意图行刺宰相而误中覆辙的反贼，打了2天，仍未召出同党。那就成全他们的忠义吧。是。啊，等老夫转过脸去，年纪大了，见不得血呀。阿弥陀佛，早登极乐。雪蝙蝠，你过来。是。宰相有何吩咐？老夫已经掌握了豪侠8个人和他们元老会6个孤臣孽子的身份，还有亲友家人的名单。你替我派人进行严密的监视。这帮人要是知道诸葛超明落在我们手中，一定会前来营救。我要你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是，宰相。哎呀，三娘年纪轻不懂事，她有命回来，我要好好教教她。啊，这事儿全靠你了。是。大家请先休息一下，我找人准备些点心，然后安排大家回房休息，静候元老们的指示。这房子不错，布置优雅，清静闲适，尤其是墙上这幅王羲之的字，我喜欢。这个呀，是苏东坡的字。一时老眼昏花啊，看错了。哎，这是苏轼在临王羲之的字。落霞、陈露，你们去给各位侠士准备点心。哇，连婢女的名字也这么文雅，一定是你家？这里只是我住的地方，不是我家。那是谁的家？严铁心。你们这是耍我！明知道他是我的仇人，还把我骗到这儿来，难怪坏人的家就是杂乱无章，俗不可耐。这幅字也是假的。走，我们到客栈去住。哎，我们还在这儿等消息呢。可是我不愿意坐他家的椅子，喝他家的茶，吃他家的饭。你站在这里不吃不喝的也可以。你要是想让人家说你答应人家的事儿言而无信、有始无终的话，那你可以不做哦。好男不跟女斗。哎呦，你们都不要吵了好不好？还是想想办法救救我相公吧。来信了，来信了。那获悉诸位已平安回京，并得到神火飞鸦全部制作图样，铁心不胜感激。一直赖三兄落在会贼之手，已尽力调查其被囚禁所在，唯一查知会贼已掌握我等亲友之名单，严加监视，望诸位暂勿回家省亲，以免落会贼之圈套。这封信来了等于没来，除了叫我们别回家，就没有别的。有。什么？等。我不等。走。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话。笨。你多说一个字会死啊？会。你一直跟我过不去，是不是想打架？好，
打就打，我先杀你心上人。卑鄙！哎，讲2个字了，哈哈哈，现在可以等了。三娘，女儿向干爹请罪。哎，何罪之有啊？干爹常常教诲三娘，就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要存几分戒心。血蝙蝠向来嫉妒女儿的地位，心怀不轨，却还是着了他的道。嗨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，知道这人心肠不好也就够了。哎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以后不要露面，一切让他先行。干爹，豪侠那伙人不日就会到京，计算日子，盐铁心的伤也应该好了。到时候盐铁心、关羽楼、平常3大高手联手，我怕我们的实力不足以应付。血蝙蝠不时暗算，伤不到他们任何一个。他那么爱要你的位子，那你就给他算了。哎，我这里的杀孽好像已经重了一点儿。嗨，就借人家的手替我们清理门户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那干爹的意思是把鹰王、幻刀、鬼影子都招回来对付他们。好汉敌不过人多，我加强戒备就是了。他们3个人能打得过1万精兵吗？万夫莫敌这句是骗人的话。武功再高，也得靠气力，能达到7、80个，已经是一世英雄了。你干爹这一辈子都不喜欢孤注一掷。要是这一次我输给了豪侠，那么下一次鹰王他们还是可以替我把输了的再赢回来。干爹智计过人，三娘一定好好学习。你明白就好。可是干爹累呀，哎呀，我现在才能体会到诸葛武侯在蜀地中的孤独啊。这阿斗不好服啊。这宋氏半壁江山，不是干爹我费尽心力出生入死去跟完颜王爷他们多番斡旋，能保得住吗？就靠那几个有勇无谋的傻瓜有用吗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。可是收拾了旧山河，还有你干爹的立足之地吗？唉，真是死不足惜呀。有时候啊，干爹我还真有点委屈呀。这么多人说我是奸臣，到什么时候才有人能真正的明白我呀？我家离镇上那么远，一天都没有20个人走过，为什么竟然有3个小贩在？一定是伪装的秦桧手下。不成，我要把娘带走。哎，卖梨了，卖梨了，来卖梨了！哎，客官，来买梨了，买梨了！哎呦，哎，这位客官，您买梨吧，这梨可好了，来，您看看这梨，您看看这梨。兄弟，这梨甜吗？还甜，来，您尝这个。老兄的手又厚又软，倒像是大户人家的财主爷，怎么会在这卖梨呢？娘，一阵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，这几个人武功并不高强。娘，这里不宜久留，我们走吧。等一等，儿子，把这个箱子也带走。哦。这一次你去了那么多天，有机会像平常下手吗？娘，孩儿心中有点疑惑。什么疑惑？
在这次任务当中，我和平常接触不少，我觉得他并非是一个卑鄙之徒。混账！他暗算了你爹，还不算卑鄙？我已经表明了跟他有过节，要跟他算账。可是他劝我以任务为重，等任务完成以后，再公平地跟我比试。而且他还把我最忌讳的招式演练了一次给我看，公开了他剑招中的奥秘。娘，一个卑鄙的人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呢？儿子，你江湖经历太浅了，这么容易就被这头奸诈的狐狸给骗到。他这种假仁假义，在江湖上并非罕见。你跟他并非1对1的做事，而且还有一帮高手，对不对？不错。他当着众人的面，把剑招让你看，显得大仁大义，自然你就认为他剑招中的变化全在你掌握之中，对不对？儿子，这一次他不过是故技重施而已。他以为我不知道，同样的事情他在你爹面前也做过。他在我爹面前也练过剑招。不错，你爹跟我提过，他当时在江湖上有一个比他大一点的姘头，跟他一起行走江湖。你爹假扮绿林豪杰跟他结交，被他识破，他却不动声色，在酒后还演招给你爹看。想不到，这却成了你爹的催命符。当日，你爹见他豪情壮志，不似坏人，也有怜才之心。不料，他后来杀人太多，无法不抓他归案。你爹以为已经把他的剑招分寸把握，才与他交手。不料，到分胜负的一招，眼看他剑势已尽，仍差2寸才可刺到你爹。就在这时，他的剑锋突然伸长了3寸，这样才暗算到了你爹。剑锋怎么会长了3寸？他用的是不是一把造型古朴的长剑？剑鞘颜色是原木色的。不错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找个机会去检查他的剑，看是否有个机括，一按剑锋可以伸长3寸。如果在生死相搏之时，我算准了他的剑招分寸，但他剑锋突然可以伸长3寸，的确马上就可以置我于死命。这件血衣就是你爹当天晚上穿的内衣，这上面的每一滴血都是你爹的。你现在就在你爹的灵前跪下。从今天起，我要你把这件血衣穿在身上，时刻记着你爹的仇。娘，只要你发现平常的剑内藏机括，就足以证明娘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你就要亲手为父报仇，不择手段，不讲江湖义气。凤仪镇，你亲口跟你爹说，你答不答应？你是不是封家的子孙？我答不答应？你答不答应？我答应。好。你就对天在发誓，如果证明娘亲所言事实，你就一定要杀死平常。如果娘亲所言属实，凤仪镇必杀平常。喂！你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你的轻功并不高明。你真一点都不好玩。我加入豪侠并不是为了好玩。
可是做人总不能整天拉着张脸呢。你之前就算严肃的时候，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今天回来，整张脸就像张皮鼓一样绷得紧紧的。我呢，有点紧张。紧张什么？没什么，我们马上就要跟秦桧的人交手。以前呢，都是在外面打打杀杀的，这次免不了要攻打他的老巢大理寺。听说里面机关重重，所以紧张了。笑什么？因为好笑啊。风一阵，你忘了我是谁了吗？我可是徐奇佛的徒弟啊！我从小就学会说谎骗人。到6岁的时候，我说谎说的眼皮连眨都不眨一下。可你呢，又眨眼睛又扭扭捏捏的，老太太都看得出来你没说真话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有心事？怎么心里藏着谁呀？掏出来让我看看。哎，一阵，芊芊，哇，真的出来了。是兰姨姐和平大哥回来了，叫大伙儿去商量一下。哦。这是大理寺的草图，外面看是没有什么特别，可里面共分5层，层层机关密布，1等重犯就关在第5层。要想救人的话，也要一层层打上去，绝不简单。听说当年岳元帅就囚在这第5层，那表哥呢？当然一样了。不过情报说他们对他不错，因为他们以为他是超明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哎，管他有几层啊！我跟平常2个加在一起，就可以直打进去，杀他一个流水落花春去也，把你相公救出来。关大侠不可轻敌，之前狄三娘和血蝙蝠5行护法都不是秦桧手下的最强高手。他还有什么高手？最厉害的2个人是鬼影子和铁爪鹰王，其次是换刀，还有一个神秘高手一直没有露过面，只知道秦桧每个月有一大笔银子汇到全国最大钱庄的秘密户头里面。严大哥猜测是武林正派的一位绝顶高手，所以才如此的神秘。天下武林的高手，除了少林方丈袁空与天机老人之外，我根本没有一个放在眼里，包括你。平常当然不敢跟家师相提并论了。你是天机老人的弟子？正是。怪不得剑法那么好。好啊，把你放在眼里吧。多谢。那这个神秘人是谁啊？不是少林方丈吗？也不会是天机老人，那就没什么了不起，可以不理。我跟来姨商量过，决定明晚开始进攻。我们兵分2路，一路呢引开敌人的主力，另一队呢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进入第5层，所以呢要挑轻功最强的人。一阵，你跟我和来姨去救人，关大侠、芊芊去引开敌人的主力。超明，你和素问负责留守大本营，以防敌人趁虚而入。正合我意，我去引开敌人的主力，就可以大打一场。可你们怎么进入第5层啊？我们发现有8个通气井，素问呢配好了迷魂烟，先放下去，把大部分的守卫弄晕，然后我平常和一阵先服解药再下去，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从通气井救人上来。好，依计行事。芊芊，你在我身后要跟得紧一点，走丢了我可救不了你。哼，担心你自己吧，老人家。你损不了我的，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俊男就成了，老一点更显得成熟稳重。男人最吸引异性的地方就是沧桑美。救命啊！好吧，今天呢大家早点休息，养好了气力，明天晚上出发救人。姑娘，你的毒画得怎么样了？你可别跟我胡闹！神火飞鸦威力如此强大，哪会这么简单就造成？
只是操作问题，零件就这么简单。你不要跟我耍花样，不然我就把你先惊后杀。血蝙蝠大爷，你长得这么英俊，你不用杀我，我也可以跟你一辈子啊！你明天把所有图样画好，不然我的毒牙咬你一口，怕你受不了。血蝙蝠大人，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你看你长得这么英俊，你怎么会做那么残忍的事呢？大人，不要啊！你明日最好把所有图样画好，万事皆休，否则就等着吃苦吧。大爷，大爷！哼！糟了，糟了！这我老婆作画的时候，我又偷打瞌睡，现在要我画，我一点都记不住啊！想为虎作伥，助纣为虐都不行啊！哎呀，那帮豪侠也不来救我！我的妈呀！我的妈呀！喂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一点警惕性都没有！不认识字，刺客看到没有？不懂中文的，刺客，刺客都不懂，围起来！我也是刺客啊，而且是女刺客。你也是刺客，我现在就从东门杀进去。站住！站住！好啊，我现在就从北门杀进去了。围起来！你的样子好尖呐！嗯，这样好点吗？好很多。好你个头啊！就在这里，井很深，没有绳子下不去。下面好像有把大扇。不错，下去的时候一定要准确地踏住扇的中心，然后用内力震裂它，不然一双腿会绞成肉酱的。那谁先下？我来吧，我跟来仪先下去。一阵，你把兵器扔下来。好。来仪，走。剑锋果然可以向前弹出3寸，难道娘亲所讲的话是真的？难道平常真的在骗我，想在他日交手的时候置我于死地？这门打不开。算了，我们还是用神火飞鸦吧。大爷退后。
你怎么了，赖三？你没事吧？小心！大理寺是这么容易进来的吗？出戏了，快走！快走！你走啊！快走吧！这走。快走！走啊！走啊！一阵，哎，平常呢？他还在下面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我刺了他一剑。你刺了他一剑？我要报杀父之仇，所以我这样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还刺他一剑，你这是暗算他呀！他当日何尝不是暗算，杀了我爹封神豹？怎么了？救到人没有？他竟然暗算平常。我们中了圈套，没有救到人，反而受了伤，差点被断龙石困在密道里。平常他双手托住断龙石来让我们逃，没有想到这个家伙他竟然刺了平常一刀。你这小子，别以为你武功高我会怕你。我封一阵为父报仇，对得住天地良心。可是你也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趁人之危啊！不是这样，我根本报不了仇。你们要为他报仇，动手吧。算了，我们不要跟这种人计较。他是严大哥的弟子，还是交给严大哥处置他吧。我们走。有什么样的师傅，就有什么样的烂徒弟。走。风一阵，够了！我是武林败类，犯不着理我。走啊！反贼平常逮到，听候宰相发落。老夫要看看他的相貌。哎呀，仪表堂堂，为何做贼呀？胜则为王，败则为贼。你知道和朝廷作对的人，一个个都在这风波亭里被凌迟处死吗？能让平常死在岳元帅归天之地，实在太抬举我了。依属下之见，把叛贼凌迟，然后将尸体示众，可受杀鸡儆猴之效。那只是对付一些奸佞之徒的法子。依本相之见，平常大侠只是受了叛党的蛊惑，本性并不坏。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本相实在舍不得毁了这块良玉呀。恕属下多言，此人武功极高，属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方能打败他。留他不杀，恐成后患。薛蝙蝠，本相知你审慎，可是平常所受乃是剑伤。本相知道你从来不用剑，真的是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打败的吗？哦，属下赶到密室时，他已受了一点伤。把平常先押在密室，加紧令诸葛超明交出神火飞鸦的密图。本相能捧你上去，
也能让你下来。属下领命。学蝙蝠，没想到你学蝙蝠学得很像，学狗更像。带走。爹，孩儿为你报仇了，我为你报仇了，我为你报仇了，报仇了！爹，我有仇人的血。尝了你身上的血，爹，你安息吧。你们回来了，哎，出什么事了？我相公呢？凤仪镇平常他们呢？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苏文来移中了血蝙蝠的毒掌，你赶快为他疗伤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？凤仪镇这小子不识大体，竟然在紧要关头暗算平常，不但没能救了你相公，反而还把平常也陷了进去。凤仪镇他，芊芊是真的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失去了理性。那平常大哥呢？他伤得怎么样啊？现在连我都不知道。我越想越生气，我去找那小子算账。算了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今天事出突然，只怕你回去又中下他们的圈套。芊芊，你快把这里的情况飞鸽传输给严大哥，请求他的指示。是。哼，总之，下次让我见到凤仪镇这小子，我饶不了他。哼！平常，不必多言。其实你被自己人暗算，才会失手，非战之罪。你这样为组织卖命，值得吗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跟丰一镇到底有什么过节？我再说一遍，不用你管。这一仗，豪侠已经输得一败涂地。诸葛超明在我们的手上，神火飞鸦的秘密早晚会得到。你这一次失手被擒，要不是干爹爱财，你早已没命了。我根本没想过活着离开这里。可是，我想，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打动我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两个为什么要站在两个对立的阵营，不能是朋友，偏偏是敌人呢？平常，你该懂得要性。
这2瓶金疮药，1瓶外敷，1瓶内服。我绝对没有加任何毒药，希望你肯用。干爹虽然爱财，可是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坚持不归顺，那么一瞬之间，他就可以改变主意。我可不愿意眼看着你死在这里。毒已经困住了，再服3天药就可以驱除体外。啊，谢谢你了，苏文。你好好歇着吧。哎，苏文，啊，我知道风一镇的事情你很不开心。我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申豹，你也该瞑目了。老婆子辛辛苦苦为你把儿子养大，让他学到了上乘功夫，更是老天有眼，让他遇上了大仇人平常。可是他不愿意去为你报仇啊，可怜呐！当日你特地造来暗算平常的那把剑锋可以伸长3寸的剑，到今天平常还带在身上。我就说那就是平常暗算你的剑，他相信了。他今天晚上去救人，但一有机会他就会借机杀平常，到时候你在天之灵就可以瞑目了。娘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把我变成了一个不仁不义的无耻之徒，我的一生被你毁了。如果我不骗你，你会找平常为父报仇吗？你是吃了平常那帮人的蒙心药。无论你爹干了什么，他都是你爹。他被人害死了，做儿子的就得找仇人出来，穿心一剑。爹干了什么？爹究竟对平常干了什么？平常他死了没有？他死了没有？他死了没有？死了没有？他死了。我在你的眼中看到了后悔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一定是死了。杀我相公的大仇人平常，他终于死了。他终于死了。我在巢穴中刺了他一剑，是生是死我不知道。他死了，他不能不死。他在秦桧这老贼的老巢中箭，落在了老贼手中，这样更好。老贼的酷刑会令他死得好惨，好惨。真相究竟怎么样？真相就是平常杀了你爹，令我守寡了10多年，令你从5岁开始就成了一个没有爹的孩子。那一年平常也只有17、18岁，他还是个大孩子。他
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机，有这样的计谋？杀人偿命，我什么都不管。可你儿子杀了一个好人，被武林同道鄙视，我永远都抬不起头来做人。你开心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替父报仇，他们凭什么鄙视你？要你抬不起头，娘跟他们说去。你带我去，告诉我，爹当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把剑，去暗算人家？你什么意思？难道要把你爹从棺材里翻出来去给你算账吗？就算你爹是天下最卑鄙的人，你也不能指责他，因为他是你爹，因为他是你爹呀，因为他是你爹。一阵，一阵，一阵，你去哪里呀？你不要娘了吗？你不要娘了吗？你忍心把娘丢在这里吗？一阵。服了这剂药，毒性已清除差不多了。上次严大哥中毒比你深，而且拖了几天才治疗，毒性散入五脏，清除就要1-2个月。哎，芊芊跟关大侠回来没有？还没有。关大侠武功高强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平常也是武功高强，但这次任务中也2度受伤，敌人越来越狡猾，自己人也会变节。我现在真的不敢太自信了。来姨姐，你放心吧，平大哥一貌堂堂，绝非早死之相，他一定吉人天相。哎，关大哥，怎么样了？护卫增加了10倍，气动也封起来了，武功再高也攻不进去。我们快，大哥，请他想办法吧。连我都没办法，他笨头笨脑的，能有什么好办法？哼！你在看什么？好小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你们杀了我吧！一阵，你小心他有诡计！我受骗了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是平常大哥暗算我爹，其实原来是我爹暗算平常大哥，反而被杀。哼，谁相信你的鬼话？我明白，你们是不会相信我的，但是我说出来，自己心里会痛快一点。风一阵错了，可是我会承担责任。是我把平常大哥陷在大理寺，我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要把他带回来。不管你们怎么看，我对他还是有怀疑。这种人反复无常，我也不相信他。我去看看吧。如果他是真心悔改，那我才帮他；否则，也没什么人的诡计能比我强。苏问，你不擅长武功，还是别去了。